最近，有关美军基地遇袭的新闻又一次成为新闻热点。据悉，伊拉克北部的一空军基地遭遇3枚可秋莎火箭弹袭击，其中2枚落在了空旷地带，而另外1枚则击中基地内一处美军承包商所在的建筑。从这样的袭击结果来看，这次袭击很有可能是冲着美军而来。在此之前，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遭遇袭击也时有发生。在中东的美军似乎俨然变成了过街的老鼠。作为世界军事力量第一的美军，何以落得这一下场？其在中东的境况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。除了火箭弹的袭击外，其实美军最关注、最担忧的还是另外一种武器。美军上将肯尼斯·麦肯齐表示，自从伊拉克简易爆炸装置兴起以来，廉价小型无人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是最关心的战术发展。我们知道，要实现世界霸主的一个必要手段，是在全世界战略地区投送兵力，其中中东就是世界上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，因此美军驻扎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也相当的多。目前美军在中东最大的基地是位于卡塔尔的阿尔乌迪德空军基地，共有驻军13000名。另外，据粗略统计分析，美国在中东地区大约驻扎有7万名士兵，可见中东对于美军的重要性。但是这一大量驻军行为却激起了中东国家的不满，甚至是一些极端的武装分子的不满。美军上将表示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已经找到了另外一种廉价的方式来瞄准美军，也就是无人机。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诞生于20世纪初，由于其使用成本低、环境适应性强、机动性强，迅速成为一些军事技术不发达国家的抢手货。另外，其在中东的冲突面前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，无人机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参战人员的伤亡。此前就有无人机在美军叙利亚石油基地上空投放了大量的小型炸弹，尽管该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，但是这种新型的战术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在中东的美军。之后，美军对于这一无人机的威胁也进行了相关反制措施的探索，如使用激光武器击落小型无人机，甚至还使用大功率定向能武器进行了类似的试验。尽管有一定的成效，但是由于无人机袭击的随机性，让人防不胜防。美军自己也承认，目前我们劣势地位，因为这项技术有利于攻击者而不是防御者。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处境俨然是一个防御者的身份。面对来自4面8方的廉价无人机的攻击，美军尚且没有一个很好的可靠的应对方法。而且从美军遇袭的频率来看，未来美军在中东遇袭将会成为家常便饭。看来表面风光无限的美军其实也步履维艰。近日，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在2021年国际防务展上对外宣称，他们愿意把苏-57战斗机提供给战略伙伴。据了解，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正在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就出售苏-57战斗机的项目进行磋商。然而，就在俄罗斯方面刚表露出他们想要出售苏-57战斗机的意愿后，这款战斗机就出现了一些情况。据越南 Daxiet 网站报道，目前俄罗斯的第5代战斗机苏-57正在进行批量生产。俄罗斯的空军部队之前订购的一批苏-57战斗机已经投入使用了，但是这款战斗机的一个情况目前仍然无法得到解决，并且这种情况之前也出现在我国的歼20战斗机上。该媒体指出，俄罗斯方面这次订购的这一批苏-57战斗机必须得使用 AL-41F 喷气发动机。据了解 ，AL-41F 是俄罗斯方面此前为苏-35战斗机所开发的一款航空发动机。有消息披露，有些苏-57战斗机在进行高速飞行的时候会突然进行震动，战斗机几乎都失去了控制，这一因素非常容易导致战斗机出现坠毁的惨剧。由此可见，俄罗斯的苏-57战斗机同样也有心脏病问题，和我国之前的歼20战斗机一样。不过，经过我国的不断努力，歼20战斗机的心脏病问题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。对此，俄罗斯方面也为苏-57战斗机生产了一款新型航空发动机。据了解，俄罗斯生产的产品30发动机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，但是仍然要等到2025年苏-57战斗机才能配备这款发动机。根据越南媒体的报道，我们能够得知，俄罗斯为苏-57战斗机研制的产品30发动机的性能要优于目前他们为苏-35战斗机所开发的 AL-41F 喷气发动机。越南媒体给出的数据显示，产品30发动机在怠速模式下的推力为11000千克力，而此前为苏-35战斗机研制的 AL-41F 喷气发动机在怠速模式下的推力只有8800千克力。最为重要的是，产品30发动机在增压模式下的推力能够高达19000千克力，而 AL-41F 发动机足足比前者少了4000千克力的推力，并且产品30发动机相比 AL-41F 发动机来说还具有更好的优势，比如说前者的可靠性比后者更强，耗油量也会更少，日常维修的时间以及成本也变得更少。所以说，俄罗斯方面认为，这对于俄罗斯军用航空业来说具有了革命性的变化。
此外，苏-57战斗机于近日已携带高超音速武器模型进行试飞了，也就是说，这款战斗机今后的打击能力将会变得更强。等到换上新型发动机后，它的动力也将会有非常大的提升。所以说，这款战斗机完全值得我国购买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各种先进的武器开始接踵而至。目前，各军事强国间军事力量的博弈已经不仅限于核武器了。随着高超音速武器登陆了世界的舞台，中国、美国和俄罗斯就开始争先发展这种武器。众所周知，高超音速武器具有高速、高毁伤以及高突防等能力。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任何一款能够拦截高超音速武器的武器，因此中国、美国和俄罗斯都想在这一领域上抢占先机。随着这3个国家的发展，中国和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这一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领先的地位。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则位居其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的东风17导弹正式入役部队，所以美国为了想追上中国的脚步，正在大力发展高超音速武器。近日，又有关于美国高超音速武器的消息被报道出来。据越南 Datavert 网站报道，负责美国国防部高超音速武器开发计划的中将表示，美国陆军计划在2021年财年年底前，将高超音速导弹以及发射器移交给一个单位。据了解，之所以这位中将敢将这一消息透露出去，是因为他们此前已经进行了一次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。根据越南媒体的说法，美军在这次测试中，他们的高超音速导弹几乎以绝对的精度打击了目标，并且美国陆军的发言人也证实了这一消息。由此可见，美国军方在高超音速武器这一领域中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然而，有人却认为，美军这次很有可能又会是一场骗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对此，有军事观察人士给出了他的看法。据军事观察人士称，此前美国的前3军统帅对外宣称，他们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速度已经达到了17倍的音速。也就是说，按照这种情况来看，美国军方的高超音速武器的性能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。但是，就在美国的前3军统帅说完这些言论后没多久，越南媒体就扯开了他们的遮羞布。根据越南媒体的表述，美国当时试射的那枚高超音速导弹在试验最后阶段的速度仅为4.8马赫，但是有数据显示，高超音速武器的速度标准则是超过音速的6倍。由此可见，美国试射的这枚高超音速导弹离标准还差1.2倍。所以说，这些人认为，美国目前还是无法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武器，这次将会又是一场骗局。然而，笔者认为，不管美国是否能够制造出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导弹，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发展。虽然说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已经抢占了先机，但是我们并不能止步于此。毕竟美国的科技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，如果我们停滞不前的话，那么美国将很快会超越我们。所以说，我们仍要继续努力，并且应该早日研制出对抗高超音速武器的相关武器装备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不惧美国。